生日聚會上，男友對他哥們的模特女朋友讚不絕口，轉頭看向正在吃蛋糕的我，話語譏諷：“還吃？胖得跟豬一樣！你什麼時候才能瘦下來？我給你訂的婚紗只有85斤才能穿得下。”一瞬間，這婚我不想結了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的生日聚會上，孫楊的哥們張琪帶了一個身材挺好的模特女朋友，膚白凝脂、盈盈一握的小蠻腰，以至於剛推門進來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。就連平時一本正經的孫楊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張琪洋洋得意炫耀：“李欣兒，我女朋友，這身材顯而易見是模特。”大家起哄聲此起彼伏。老張，看不出來呀，你還有這本事，能交到身材那麼好的女朋友？老實說，是不是騙人家小姑娘了？張琪笑了笑，目光挑釁看向坐在我旁邊的孫楊。大家說笑了，哪裡比得上孫楊？他女朋友可是研究生。孫楊臉色頓時鐵青。他和張琪是發小，從小在一個院裡長大，長輩們一直把他們拿來比較。孫楊家裡從政，成績好，性格沉穩，而張琪家裡從商，從小仗着有錢，是個混小子，整天惹禍。因此，在從小到大的比較中，孫楊都是占上風。可這次，孫楊握緊我的手站起來，笑容僵硬。有什麼好比的？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對了，你女朋友在哪裡上大學？這次輪到張琪尷尬了，她嘴張了張，卻一句話沒說出來。李妍兒接過話茬：“我高中畢業就出來打工了，沒上過大學。”此話一出，在場氣氛都凝固了。孫楊的朋友家境都不錯，就算有些成績不好的，父母也送出國留學，鍍了一層金再回來。好在這時服務員推着蛋糕走進來，打破了這個尷尬。大家很默契，唱起了生日歌。對了，今天的主角是我。孫楊在我許完願望之後，熱心將蛋糕分給眾人，特別是給李欣兒時，他特地切了一塊最大的。李欣兒擺擺手：“我要保持身材，不能吃甜食。”孫楊感嘆道：“你都那麼瘦了，偶爾吃點沒關係的。”但李欣兒還是微笑着拒絕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孫楊像是焊在那裡似的，遲遲沒有回來。面前的蛋糕散發着甜膩的香味。想到我這1個月減肥忌口，就等着今天過生日可以有理由放縱一回，沒忍住用手指沾了點奶油，剛放進嘴裡，孫楊像是裝了雷達般轉過頭瞪着我：“你不是減肥嗎？還吃？胖得跟豬一樣！你什麼時候才能瘦下來？我給你訂的婚紗只有85斤才能穿得下。”當眾被吼，我愣了幾秒沒反應過來。旁邊的朋友高情商打圓場：“孫哥跟你開玩笑，他說最喜歡你肉乎乎的樣子了，你們都要結婚了呀，恭喜恭喜呀！”孫楊也察覺到他反應過大，悻悻走過來，握着我的手，語氣溫柔：“佳佳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你最近不是喊着要減肥嗎？我怕你吃完了後悔。”我忍住怒火，沒有當場發作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我目光悠悠看着他：“孫楊，你是不是嫌我胖？之前考研壓力大，我從90多斤胖到了120，胖容易，瘦難。”孫楊顧左右而言他，把手機遞給我，上面是一個減肥菜譜，這是我剛剛找張琪女朋友要的，你照着吃，肯定能瘦。原來剛才他坐在那裡那麼久，是因為這個呀。我冷笑一聲：“孫楊，到底你還是嫌棄我胖，讓你在朋友面前丟臉了？人家那1.75米的模特女朋友，我比不上。”孫楊放緩語氣：“我都是為了你好，下個月我們訂婚了，
你也不想人生就一次的訂婚不完美吧？那套婚紗可是定制的，現在改可來不及了。再說了，不也是你讓我監督你嗎？想想也是，為了穿進那套婚紗，我付出了不少努力。可剛剛他的態度還是讓我心裡有點不舒服，也說不上來為什麼。孫楊又安慰了我幾句後，送我回去。回到宿舍，桌面上擺着一個生日蛋糕，是爸媽送的。生日賀卡上叮囑我好好吃飯，注意身體。看到這裡，眼淚莫名其妙掉了下來。又看了看鏡子中臃腫的身材，我吸了吸鼻子，決定把蛋糕分給其他人，只留下了按我模樣做的巧克力小人。第二天早上，孫楊像往常一樣等在我宿舍樓底下。我走過去時，發現他手上空空，臉色陰沉。怎麼了？今天的早餐呢？自從我減肥，1日2餐都是孫楊算着熱量定制的。為了鼓勵我，他也跟着我吃。孫楊略帶譏諷回了我一句：“你昨晚吃巧克力了，那一塊巧克力頂今天一天的熱量。今天你別吃了，要是你下定不了決心減肥，跟我直說，我馬上把婚紗退了。”說完，他自顧自往前走，留下我一個在原地凌亂。他是怎麼知道的？我追上去，拉着他的手解釋：“孫楊，我是留下一塊巧克力，但我沒吃，不信我上去拿給你看。”見我態度誠懇，孫楊沒再說什麼，他上下打量我，手撐着下巴思考了一會兒，又上下打量了一圈，驚訝喊道：“我知道你現在缺什麼了。”“什麼？”“缺一個目標。”說着，自顧自拿着我的手機搗鼓了一陣。手機再回到我手上時，屏保變成了一個身材曼妙的模特。佳佳，你每天看着她，想象減肥以後身材就是她那樣。等我們辦完訂婚禮，去馬爾代夫度假，你那時候的身材，穿上比基尼。孫楊繪聲繪色講述，我突然感覺他有點陌生，好像當初我們在水上樂園，他非要我穿3點式泳裝，還想讓我去他兄弟面前炫耀。好在最後在我的百般推辭下，他才作罷。他當時意猶未盡的表情，我胃裡突然泛起一陣惡心，打斷他的幻想。孫楊，我突然想起還有點事，先走了。後面幾天，孫楊像是瘋魔一樣，每天給我發不同模特的照片，言外之意就是鼓勵。有次點進去，發現他撤回了一張照片，雖然他撤回快，但我眼尖還是看到了，那是張琪女朋友。女人的第六感告訴我這不是意外。某天，我看到孫楊手機上的有一個定點鬧鐘，是提醒他晚上去參加同學聚會的。我故意問他，晚上有事嗎？他表情一怔，今晚導師讓我去開會，商量下個論文的議題。我笑了笑，沒有拆穿他。不過，就在他離開後不久，手機裡突然收到一個陌生號碼發的一條短信：孫楊在京大飯店306包廂。猶豫了很久，我決定要去一看究竟。透過包廂的門縫，我看到了孫楊，他特地打扮了一番，還穿上了那件我給他買的襯衫。當初他還嫌棄襯衫太花裡胡哨，不願意穿，現在還不是屁顛穿上了。說是同學聚會，但大部分人都帶了女朋友來。張琪摟着李欣兒坐在孫楊旁邊。你女朋友呢？孫楊舉起面前的酒一飲而盡。他學業忙，沒空來，不像你女朋友，時時刻刻能陪着你。他的表情十分落寞，不知道的還以為被分手了。張琪笑呵呵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看來給學霸當男朋友注定要獨守空房啊。那你還不如跟我一樣，找個沒文化的，每個月給個幾萬塊錢養着，黏得你想甩都甩不掉。研究生女朋友帶出去是有面子，但女生接受教育多了，自主权大，你以後可難控制她。
我在門外聽到這番發言，快吐出來了。通過打壓女性滿足自己的快感，我想孫楊再怎麼混蛋，也和他不是一路人。我期待他的反駁，但孫楊說的話讓我的心涼了個透徹。你說的有點道理，那不然讓你女朋友給我介紹一個？張琪顯然沒想到他是這樣的回答，僵了幾秒後拍了拍胸脯保證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幾乎同時，我推門而入，孫楊看到我，慌裡慌張站起來，語氣緊張：“你怎麼來了？”我走過去，語氣質問：“你不是說去開會了嗎？”孫楊臉上閃過一絲尷尬，但他很快反應過來，導師臨時有事取消了，正好這有同學聚會就來了。旁邊的人看出不對勁，也幫着他找補。唯獨張琪一副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樣子。喲，嫂子學業那麼忙，還親自來查崗啊？我替孫哥作證，他絕對沒有偷腥。你放120個心吧。我看向他，話語諷刺：你好一個男人不當，非要當老鴇。你們家花那麼多錢送你去國外留學，就學了這個？張琪憤憤站起來，想反駁什麼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你要是多說一句，別怪我把你的秘密抖落出來，讓大家看看你是什麼樣的人。張琪吃瘪，說不出話，反倒是孫楊不樂意了。何家，你一個研究生哪裡學的這些下三流的話？別在這給我丟人了，跟我回家。我氣笑了，看向他，你都恬不知恥，讓人給你介紹女朋友了，還有臉說我？我那是開玩笑，你有什麼證據說我？我看向眾人，大家眼神躲避，都怕站錯邊。呵呵，果然是一群狐朋狗友。就在這時，李欣兒突然站出來，竊聲竊語：“孫哥，我剛剛把符合你要求的模特推微信給你了，你記得看。”我不知道我是怎麼離開那個地方的，只記得我甩了孫楊一巴掌，就氣沖沖離開了，渾然沒察覺身後有個人追了上來，是李欣。他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氣喘吁吁道：“你等一下。”我甩開他的手，語氣並不好：“你不是要給我男朋友介紹對象嗎？現在追出來是炫耀還是看我笑話？”李欣兒沒有否認，而是拿出手機給我看，原來告訴我聚會地點的短信是他發的。何家，我給你發短信就是想讓你看清孫楊的真面目，他不是什麼好東西。自從我們第一次見面以後，他時不時在我的微博底下留言，發私信約我出去，說的話也不堪入目。我接過手機一看，差點被氣吐血。在所有人面前一本正經的孫楊，在網上又是另一副嘴臉。我表情複雜。你為什麼要告訴我是張琪的主意？他搖搖頭，真誠看着我。我想用這個換你一個人情。我眼睛微眯，本來我也不是一個喜歡欠別人人情的人，於是把遇到過張琪跟其他人約會的事抖露出來。本以為李欣兒會驚訝，沒想到她只是淡淡一笑。原來張琪一直看不起她學歷低，在一起3年，從來沒有在家人面前承認自己有女朋友。最近他還發現張琪去相親了，所以你是想讓我幫什麼忙？我想出國進修，可張琪不肯放過我。我突然有點興趣地問：什麼意思？李欣兒盯着我的眼睛，繼續說：你可能不知道，張琪喜歡你。我愣了一下，隨後他堅定地、緩緩地點了點頭。直到回到家，我腦子裡都是李妍兒說的那番話。就在這時，門鈴響了。何家，沒想到是我吧？門外張琪穿得人模狗樣，身後還故弄玄虛，藏着一束玫瑰花。我默默翻了個白眼。你有事嗎？張琪，我來就是告訴你，孫楊配不上你，只有我和你才是天生一對。確實，我們兩家生意互補，一直都是生意的合作夥伴。
如果兩家聯姻，強強聯手，我忍住想吐的衝動。那李心兒呢？他頓了一下，我和他就是玩玩的，沒有什麼。我語氣戲謔，3年了，你說沒什麼？張琪瞪大雙眼，你怎麼知道？但只要你跟我訂婚，我立馬跟他分手。其實當初要不是孫楊捷足先登，我和你才是一對。當初相親本來是我和張琪，他去錯地方，反而成全了我和孫楊。張琪，我對你沒感覺。呵，你對我沒感覺？你男朋友可對我女朋友可不是這樣。我以為就我感覺到了呢，原來是我自欺欺人。何家，你考慮考慮吧，我和你聯手報復孫楊，給你狠狠出口惡氣。再說了，你家就你一個女孩子，家裡的生意將來還是要找一個男人繼承的。孫楊那個書呆子，嘴上功夫了得，內裡就是一個繡花枕頭。確實，張琪說的沒錯，但誰說一定要靠男人？見我沒說話，張琪也沒為難，把玫瑰花硬塞給我後，吹着口哨離開了。我關上門，一直在思考張琪和李心兒說的話。他說張琪喜歡我，其實不見得，他看上的是我的家庭背景，是我帶出去有面子，更是想壓孫楊一頭。而張琪不過是需要一個身份相當、能給他助力的妻子罷了。他和孫楊都不是良人。想到這裡，我回復李心兒，預祝我們合作愉快。第2天，孫楊在教學樓堵住我：何家，鬧夠了嗎？我淡淡一笑，昨天嘴巴子沒吃夠，今天又來了。何家，昨天的事我不跟你計較，你道個歉我就原諒你。我朝他臉上啐了一口，轉身就要走。他滿臉怒氣拉住我，咬牙切齒道：何家，我們這周日約了2家人吃飯，你忘了嗎？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，你是要反悔？你爸媽對我那麼滿意，你想好怎麼跟他們說了？我冷笑一聲，當着他的面撥通我爸的電話。聽到我和孫楊分手，我爸在對面沉默了一會，好久才說一句：女兒，你想清楚就行，反正我跟你媽也覺得他配不上你。我淡然一笑，掛斷電話。孫楊臉黑得像鍋底一樣。好啊，何家，你們家就是嫌貧愛富，瞧不起我們家是吧？你別後悔，就你現在這個肥婆樣，我看誰要你。果然，愛的時候甜言蜜語，不愛的時候惡語相向。我懶得和他掰扯，可孫楊見我要走，不依不饒地追在我旁邊。何家，你說清楚了，你和我分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？是不是你爸媽給你介紹就有錢的老頭？你着急拋棄我，是不是張琪跟你說了什麼？你別信他，他從小就嫉妒我。我沒理他，繼續往前走。他大聲怒吼，我就知道你就是一個拜金女。你爸媽送你上學就是為了傍大款嗎？呵呵，簡直是滿嘴噴糞。我停住腳步，朝着他的臉狠狠扇了一巴掌。孫楊，既然你給臉不要臉，就別怪我當眾讓你難堪。我從包裡拿出用來匯報課題的小蜜蜂，大喊：大家路過的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渣男現世了。這個男的吃着碗裡的，看着鍋裡的。如果想吃瓜的同學，來這裡看我手機，全都是他聊騷的記錄。孫楊在學校也算有點名氣，此時急得滿臉通紅，拼命捂住我的嘴，壓低聲音：何家，你是不是瘋了？你現在怎麼跟潑婦一樣？我用力推開他，滾！以後你再出現在我面前，我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周圍的人越來越多，他只能落荒而逃。看着他憤憤離去的背影，我長舒一口氣。突然，身後傳來鼓掌聲。何家，我果然沒看錯你，你這個性格，對付我家那些親戚應該不會吃虧。我白了一眼在樹底下看戲的張琪，你也滾！他嗤笑一聲，何家，除了我，你別無選擇。
我想罵醒他，突然想起李欣兒的請求：“張琪，我們試試也行。”張琪愣了幾秒，沒給他思考的機會。我開口：“不願意算了。”“願意，願意。”當天晚上，張琪迫不及待約我吃飯，暢談美好未來。從他的話語中，我更加確定，他就是為了商務合作，為了得到家裡的錢才找我。我有點恍惚，難道女人只能是附屬品嗎？以前孫楊也說過，等我研究生畢業以後，回去專心做家庭主婦。當時我反問他，我讀書就是為了回家做飯生孩子。他沒有回答，只是笑了笑說，全世界的女人不都這樣嗎？想到這裡，我不禁發出幾聲長嘆。對面的張琪眉頭一皺，何家，你有聽我說話嗎？我敷衍他，你說的挺好的，我們以後從長計議。走出餐廳，發現對面正好是我和孫楊訂婚紗的店。本來想走，卻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走了進去。我挽着張琪的手走進去時，孫楊臉色像吃了蒼蠅一樣，氣沖沖上前就是一頓輸出。我就說，你肯定是找到下家了，你要是找個老頭，我還佩服你有點腦子，能熬走他。現在找張琪這個浪蕩子，你可真是自甘墮落呀！我沒理他的冷嘲熱諷，只是問了一句，你這個點怎麼在這？你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？今天是我定做婚紗完成的日子。怎麼了？我低聲笑了一下，他不明所以，張口想說些什麼，身後的試衣間拉開了。孫楊的新女友穿着定制的婚紗出來時，場面一度尷尬。他嬌滴滴朝着孫楊撒嬌：“孫楊，你看這個婚紗就是為我量身定做的呢。”我看着本來屬於我的婚紗穿在其他人身上，心裡五味雜陳，可罪魁禍首卻沒有半點愧疚，摟着蔣婷婷到我面前展示：“何家，你好好看看，要這樣的身材才能穿上這件婚紗，你繼續努力吧。”蔣婷婷也附和道：“孫楊，我們以後結婚就穿這件。”孫楊寵溺揉揉她的頭：“好。”我沒忍住笑出了聲。孫楊，這件婚紗是我付的錢，你拿我東西是不是應該問問我的意見？當初選婚紗時，孫楊嫌棄定制婚紗貴，話裡話外暗示我他父母是體制內，要低調。可我爸媽一聽，大手一揮給了100萬，用於籌備訂婚。孫楊也不好再說什麼，立馬變臉，樂呵呵。參與婚紗設計，我叫來服務員，沒經過我的同意，為什麼要把我的東西給別人試？服務員面露難色，孫楊只能讓蔣婷婷換下來。蔣婷婷撒氣般把衣服扔在地上，憤憤踩了幾腳。孫楊拉着她的手路過我時，嘲諷了一句：“將來我給你買更好的，不稀罕他這破玩意。”我叫住他。孫楊，你今天真的不記得是什麼日子了？孫楊皺眉：“何家，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不要在這故弄玄虛。”我雙手一攤：“今天是王教授的講座。”孫楊愣了幾秒，驚訝大喊：“我 CL， 我怎麼忘了？完了完了！”蔣婷婷看到他的反應，輕飄飄回：“不就是個講座嗎？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”孫楊拿着手機，手忙腳亂鼓捣。沒收到回應的蔣婷婷不耐煩了，一把搶過他的手機：“別玩了，等下電影趕不上了。”孫楊瞪大雙眼，大聲怒吼：“你懂個屁！我能不能讀博就看這個老師了。算了，你一個大專畢業的也不懂，趕快把手機給我。”蔣婷婷一聽這話不樂意了，直接把他手機摔在地上。孫楊氣得直接扇了蔣婷婷一巴掌，蔣婷婷也不甘示弱，奮力撲向他，又打又罵，活脫脫一個潑婦樣，嘴裡還不停咒罵：“你以為你學歷高了不起啊？還不是被我玩得像狗一樣。”最終，蔣婷婷的長指甲
略勝一籌，在孫陽的臉上留下了幾道血痕子後，揚長而出。孫陽狼狽站起身來，眼睛直勾勾瞪着我。本以為他會說我看笑話，沒想到他理直氣壯質問：明知道王教授對我有多重要，你為什麼不提醒我？見過不要臉的，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。我倆分手了，你覺得我還有義務提醒你？真可笑。何家，你太下頭了。像你這樣的人，注定胖一輩子，注定孤獨終老。我氣笑了。張琪見狀走過來，擋在我身前。孫陽，她現在是我女朋友了，你說話注意點。敷衍完張琪，我聯繫李妍兒，連連誇讚她給孫陽下的套不錯。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孫陽那麼狼狽。可聽完我講述的李妍兒一臉懵：你說的是我不知道，而且孫陽前幾天約我今天吃飯，我拒絕了。我倆一合計，孫陽這是廣撒網。我不明白，以前只關注學業，最大夢想就是發表一篇專業論文的孫陽，怎麼會變成今天這樣？記得第一次聊天的時候，他知道我參與過王教授的課題，眼睛裡充滿了羨慕。我以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，他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的？我回想了一下，大概是臨近畢業，我們參加的一場畢業晚會以及同學聚會開始。我穿不進的禮服裙，同學們相互間女朋友的比較，都讓他對我越來越嫌棄。越想越心煩，我一個人來到清吧，這是我和孫陽在一起時最喜歡的約會地點。有時候壓力大，經常來這裡聽聽音樂，放鬆放鬆。好巧不巧，又看到了孫陽，他身邊又換了一個女伴，依舊是高高瘦瘦的模特身材。他沒看見我，摟着女伴，歡聲笑語離開，完全一改今天狼狽模樣。服務員一開始沒認出我，過了許久才驚訝道：真是你呀，剛剛你男朋友帶一個女的來，我還感嘆你怎麼瘦了那麼多。你們分手了？不過你現在確實比以前胖了不少，不過也好，胖有福氣。我悻悻笑笑，走出清吧那一刻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孫陽不是突然這樣的，而是他骨子裡就是那樣，只是以前都克制着沒表現出來。我現在應該感到慶幸，一件事看清一個男人，總比生米煮成熟飯後看清要好得多。想到這裡，我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。那天過後，除了答應李欣兒的事，偶爾花點時間敷衍張琪，造成一種我們這要聯姻的假象之外，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提升自己。研究生快畢業了，讀博還是找工作？之前孫陽一直給我灌輸，女生本科太低，讀到博士嫁不出去，研究生剛剛好。那我就打破這個觀念。當我聯繫王教授時，他連連感嘆：你終於想通了。王教授是我的恩師，此前一直鼓勵我考博，我都因為孫陽的話婉拒了，並且在得知孫陽想考博時，替他牽線搭橋，認識了王教授。不過他不懂得珍惜，時常跟我抱怨王教授要求高，脾氣差。為此，我沒少花功夫在他們身上周旋，終究是錯付了。確定讀博以後，我又開始了3點一線的生活，像之前一樣，壓力大，臉上瘋狂冒痘，體重也狂飆了10斤。有時候在飯堂遇到孫陽，他出言嘲諷我，看來和張琪在一起以後，又墮落了不少啊。我沒理他，全當他的話在放屁。過了大半年，我以最好的狀態完成博士生考試，而準備了1年多的孫陽連考試都沒去，據說是那幾天和女朋友出國旅遊，沒趕上考試時間，自甘墮落成這樣。我也是沒想到，就在我等待成績這段時間，王教授組建了一個歷史小組去甘肅調研，邀請我加入。我想也沒想，
就答應了。離開前一天，我找到李妍兒，她透露已經辦好簽證，準備去國外進修。我才想起來，前段時間專注學習，已經很久沒有問過她和張琪的事了。她自嘲一笑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以為她不會放過我，可有天我發現，長期陪在她身邊的不止我一個，她對每個人都那麼說。所以我們早就和平分手了。看見他釋懷的樣子，我有點感觸。我們都是在愛情裡真心付出的人，只是運氣不好，遇到了不誠心的人。我拿出一張卡放在桌面上，微笑道：“不要誤會，這個就當做我的投資。萬一以後你成為了超模，記得多給我幾張簽名。”李欣兒眼睛裡閃爍着驚詫。過了幾秒，他捂着嘴笑了笑：“不用了，我把張琪送我的東西賣了，勉勉強強夠學費。至於生活費，勤工儉學應該不是問題。人總要靠自己，不是嗎？”他說這番話時，我心裡更多想的是，張琪真配不上這麼好的女孩。對於我要去甘肅幾個月這件事，張琪頗有微詞。我現在沒有後顧之憂，也沒必要裝了。實話實說，張琪發現被耍了後，一臉憤恨，揚言要我好看，還說不管李欣兒跑到哪裡都要找到她。我無語至極。難道你的人生就是圍着女人轉嗎？跟我是因為要得到家裡的產業，跟李欣兒是因為氣不過被戲弄。你一輩子活着就是靠在女人身上找存在感。張琪被我問懵了，直到我走後他才回過神。在甘肅的幾個月，每天背着重重的設備，跟着王教授去調研，有時候顧不上吃飯，累得倒頭就睡。回來之後，室友見到我連連感嘆：“你怎麼黑了那麼多？不過好像也瘦了。”此話一出，我才發現這段時間宵衣幹食，許久沒有像以前那樣吃喝玩樂。翻出以前的裙子，驚喜發現居然可以穿進去了。為了慶祝，室友提議去外面大吃一頓，補償這幾個月的辛苦。說着也巧，剛在火鍋店坐下來，就看到另一個舍友挽着一個男人走進來。走近才看清，那個男人是孫楊。許久不見，再見，居然是這種情景。孫楊看到我，先是驚愕，然後感嘆：“何家，你變化太大了。”我差點沒認出來，身材比我們剛認識的時候還棒。我盯着舍友挽着他的手，他反應過來，立馬掙脫，支支吾吾解釋：“我們就是普通朋友。”舍友冷哼一聲：“是睡在同一張床上的普通朋友嗎？”舍友理直氣壯看向我：“何家，我們是在你們分手以後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不用膈應。”孫楊在旁邊呵斥他閉嘴，快步走上前想摟住我，我後退躲開。“何家，你聽我解釋。”我打斷他：“沒什麼好解釋的。我說之前過生日，我吃巧克力，你怎麼知道？原來你們早就有聯繫了。”舍友搶過話：“對，沒錯，我早就喜歡他了，他現在就是跟我在一起了。何家，你別想跟我搶。”我挑了挑眉毛：“我扔了的垃圾，從來不會再撿回來。”孫楊臉色鐵青，瞟了我一眼，轉身離開。當天晚上，我就收到他復合的小作文，字字懇切，把我們認識到相愛點點滴滴的細節都寫出來了。我複製第一句放在 AI 軟件上，果然一篇一模一樣的文章就出來了。截圖發給他後，他沒回。考試結果出來以後，孫楊發消息恭喜我，並約我吃飯。本想直接拒絕，孫楊卻說是他爸媽組的飯局。想到我們在一起時，他爸媽對我不錯，一直把當親生女兒對待。思考再三，我決定赴約。去之前，我特地打扮了一番，可沒想到這是一場鴻門宴。佳佳，你怎麼瘦那麼多？是不是孫楊沒有照顧好你？等下我教訓他。剛坐下，
孫楊媽媽摸着我的手，連連感慨。我開門見山：“阿姨，我和孫楊已經分手了。”我拍着我的手頓了一下：“佳佳，孫楊前段時候胡鬧了點，我已經批評過他了，他也答應我以後絕對不會再犯了，你原諒他吧。”我笑而不語，他眼神示意孫楊。下一秒，孫楊撲通一聲跪在面前，掏出一枚戒指：“佳佳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但男孩子總要成長。今天我再向你求一次婚，你原諒我吧。”旁邊他爸媽目光炯炯盯着我，我沒有表態，讓孫楊先站起來。他爸媽連忙讓孫楊把戒指套在我手上。菜上來後，孫楊貼心給我夾菜。見我吃下後，孫楊媽媽開口：“佳佳，既然你原諒孫楊了，我們商量商量以後的事吧。”呵呵，重頭戲終於開始了。現在就業環境不好，孫楊之前沒考博你也知道，現在聽說你們學校有一個留校名額，你看能不能想法子幫幫他？他爸爸幫腔：“都是一家人了，說什麼幫不幫的？我相信佳佳是個懂事的人。”我把戒指脫了，放在桌面上。“叔叔阿姨，對不起，你們這個忙我不能幫。”“為什麼？”“因為我不想幫一個滿嘴謊言、腳踏幾條船的人渣留校當老師，這是對這個職業的侮辱。”孫楊爸爸臉色鐵青，一拍桌子指着我：“你胡說八道些什麼？”孫楊媽媽也站起身來瞪着我：“何佳，你一個姑娘家家，怎麼隨意出口污蔑人？”我低聲笑了笑，拿出手機展示。就在吃飯之前，舍友還炫耀般給我發了他和孫楊的床照，照片拍攝的時間是2個小時前，多諷刺啊！孫楊爸爸一看，氣得臉紅脖子粗，快步走上前扇了孫楊一巴掌：“孽子，這就是你說的改正？”孫楊媽媽在旁邊勸架，我懶得繼續看這場鬧劇，拿着包離開。後來我讀博，孫楊忙碌奔波在各個秋招上。某天，舍友向我炫耀，孫楊找到了一個大學老師的工作，年薪50萬，他很快就是教授太太了，在家相夫教子就行。能在孫楊身邊待那麼久，我也是佩服他。那你怎麼還在這裡？不應該在飛機上嗎？他滿臉疑惑。你說什麼？孫楊沒能留在本地，而是去了外地的大學任教，這多半是他爸媽的主意，混個幾年，再找由頭調回來。孫楊昨晚還給我發消息，他要走，問我能不能送他，我沒理。這個點他應該早就上飛機了。舍友聽了我的話，笑着笑着流出了眼淚。他靜靜在位置上坐了一下午，回過神後，他開始收拾行李箱。這陣勢多半是要去找孫楊，我看不下去，好言相勸：“孫楊不值得你這樣。”他好像沒聽見，買了最早的一班飛機趕過去。第二天，我還沒睡醒，就被手機的電話鈴聲轟炸。打開手機才看到，舍友把他和孫楊的床照貼滿了孫楊任教的大學。原來是他去了以後，發現孫楊又勾搭上了一個女生。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一怒之下把他們2個的親密照貼在學校各個角落。他要毀了孫楊。這件事網上鬧得沸沸揚揚。孫楊工作丟了，他父母打算送他出國避避風頭。舍友知道以後又追了過去。孫楊這輩子也算找到他的報應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